我们俩是高中同学，在一起交往3年了。我女朋友脾气特别大，动不动就跟我生气提分手，到现在我们分分合合已经无数次了。3年里，我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吵架，我们之间的问题也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，有些事情真的让我感到很无语。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该如何走下去。今天我带来的这件东西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唤起我们一些美好的记忆。其实长时间以来，我的内心一直很纠结，不知道该怎样和他相处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飞，23岁，自由职业，来自郑州。女嘉宾小勇，21岁，学生，来自郑州。欢迎两位哈。今天来干嘛？今天来主要是调解一下我俩之间的问题。我们两个在一起都3年多了，然后反反复复的就没有办法解决。就是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在高2嘛，他前女友见到我俩就是手牵手嘛，就心里很不舒服。在这之前，他们两个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，他前女友就开始给他发消息啊、打电话，各种联系，就是背着我，然后被我发现了，我就觉得他跟我在一起就不应该去联系他前女友。是他主动联系我的，又不是我主动联系他的。而且你说都是一个高中同学，还是邻班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我能不回复他吗？那个时候他俩发的消息特别暧昧，那个女生就向他求安慰，就说自己昨天晚上胃疼，疼了一夜，就是睡不着。然后看到你俩在一起，我就心里可难受，就放不下他。然后我男朋友这个时候就跟他回复说，你身体不好，什么我都知道，然后让他照顾好自己，这不就很暧昧了？对呀，我让他自己照顾好自己，我又没说我去照顾他。你还想去照顾他嘞？他说他胃疼，那我作为同学，我能不安慰他一下吗？那我能就是跟人家冷嘲热讽的，我说，哎，你活该，你胃疼，怎么了？然后他给他一个好兄弟，他跟他那个朋友说，就是他前女友回来找他了，然后他那个好兄弟就给他出谋划策，然后跟他说，这种事儿就是让他跟我谈着，然后也别让我知道，同时也跟他前女友联系，然后就全部都被我看到了嘛。我觉得他就是脚踏2只船，然后这件事儿就在我心里，我就是那种比较记仇的，就这件事儿就是在我们感情初期就已经埋下了不好的东西，我就觉得就没有办法。带着这个阴影走了3年，确实不容易。那他给我出谋划策，我不是也没听他的吗？而且我那时候不让你知道，不是说怕你多想吗？你就不让我知道我才会多想，你让我知道了反而没啥了。那我后来不是当着你面就是跟他说了，以后还不要联系的，然后联系方式什么不都删了吗？他没办法，我觉得他才把他给删了。高考完之后，我俩不是去上班嘛，就高考完那2个月去上班，然后去了烟台。之前我俩在一起1年多了，那时候他一直都对我特别的好嘛，就是说话什么都比较温和，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。就那一次，就对我，就是正在上班，还挺多人的，就忽然对我吼了一下，然后我就吓了一下，然后吓得我当时都差点哭了，我心里就特别委屈，我就觉得我跟这个男生在一起1年多，他每次都那么温和跟我说话，我感觉他是不是都是装的？那你说我那时候为什么吼你啊？还不是那段时间，因为就还是那个前女友嘛，然后就是过去1年之后，然后时不时的就是生气冷战，就突然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每天就逼着我让我跟他讲跟我前女友的事情，然后那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，他非要逼我讲，我给他讲过了。他还要听，就是你说都讲完了，他好像非要听出来个就是我俩有什么事似的。然后就那段时间我就特别烦，然后就跟他说话声音大了一点。那你就是因为你前女友又吼我了呀？那第一次吼我呀？那你刚上大学那会儿，他那时候在郑州上大学，我在平顶山嘛。后来他生病了，我去找他，他还是就是对我特别冷淡。那时候我刚上大学，然后就比较忙。就根本就没有时间就跟你聊这聊那，而且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1年多都已经很了解，都没什么聊的，每天就是吃饭了吗？吃过了，就是在干嘛怎么，我不都回复你了吗？他就隔三差五的跟我说，哎呀，今天这个男生给我表白，哎呀，明天那个男生给我表白，他跟我说这个，我能不生气吗？我能不吃醋吗？我跟他说这个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让他知道他竞争对手也挺多的，这样我觉得他才会对我更好呀。那我对你没别的意思呀。那我对你不好吗？但是人家确实给我表白了，我就跟你说，我不跟你说，我跟谁说呀？那你后来不是还是因为就是喜欢上一个男生，然后跟人家表白，然后跟我分手？你知不知道那段时间我那1星期我都瘦了10几斤，每天就是吃不下饭。啥叫喜欢人家？我只是跟人家说就是。吐露一下自己就是对他那种比较奇怪的感觉，
那时候你俩就是那比较鲜明的对比，然后他就是那种比较成熟的，就是我们一个学校的嘛，我觉得他挺成熟的，然后又读书特别多，就说什么道理都懂。感觉他经历的也挺多的嘛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就没有那么成熟，就没有想那么远，就是我俩未来的规划什么的，我就觉得就看不到未来。我对这段感情之前也是一直都很认真的，没有什么跟人家表白之类的，我只是跟他说，对他可能会有点喜欢什么的，而且我也没有跟他怎么样。那还不算表白吗？你对一个你喜欢的男生吐露心声，那不算表白，那是什么？他觉得我有男朋友，然后也没有怎么样。那后来不是还是没有，就分手一段时间，不是有和好？分手了多久啊？大概有1、2个月吧。谁提出的和好？我提出的。我那时候每天去找他，然后带他出去玩，就是以朋友的名义嘛。他还跟你出去玩？啊。我跟他说是以朋友的名义才可以，他那个时候就是来找我和好，我就是不跟他出去嘛。那个同学校那个男生是以什么的名义呢？朋友呀。还有我那时候跟他分手，最大的原因就是家庭。啊，家庭又怎么了？我跟他在一起3年多嘛，就每次去他家，他父母对我的态度就不是那么的好，感觉把我当空气。有时候去他家，爸妈连饭都不做的那种。而且就是我要求比较高嘛，我俩要结婚的话要有房子嘛，要有车子嘛，他就觉得我要求特别高，就很不理解他爸妈就为什么要那样对我，我就心里特别难受。就我身边的朋友，人家也是高中跟自己的男朋友就谈了2年多，人家爸妈就对他特别好嘛，会带他逛街呀。怎么的，就过生日啊，也会发红包陪他过生日，有对比吗？我家里面父母都是农村人嘛，不太会表达，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对他挺认可的，因为我也跟他们说过这个事情。然后有的时候中午不做饭，是因为我感觉我家里边可能做的饭不太合他胃口，然后我说是你们做的自己吃吧，我带他出去吃。还有就是过生日什么的，我爸妈就不知道他生日。而且逢年过节的都没有见面，也没法就是说跟他表示什么的。你们谈恋爱归你们谈恋爱，为什么你过生日，他的父母要给你发红包才代表他父母对你好呢？那最起码要问候一下嘛，那父母就从来都不会问候。不是为什么要问候你呢？你们俩关系都没定，还在谈着恋爱呢，今天一分手，明天一分手，我怎么问候你啊？都在一起3年多了呀。他爸妈就是在经济上就不能给他支持嘛，然后他后来不是在上班嘛，我在上学。我有一个朋友嘛，他也在创业，然后我男朋友就跟他一起创业，他爸妈就更不理解了，就觉得你每天这边跑跑那边跑跑，整天不着家，就不想让他去创业，就想让他去电子厂，才20岁，也就是说一眼能望到头的那种生活啊，也就是说你其实对男孩的家庭，对他父母的观念是不满意的，对吧？对。对他家的经济情况是不满意的，对吧？对。你家里就你一个独子吗？我还有个姐姐。你跟他姐姐关系怎么样？就那样吧，就不是。就那样是哪样啊？不是特别喜欢他姐姐我觉得他姐姐也不是特别喜欢我。你跟他姐姐冲突过吗？也不算吧，就那次在他家，我就习惯在家里开灯之后进另一个屋就不关灯嘛，然后我就从另一个屋出来就没关灯，然后他姐姐就瞪我一眼。还有就是他跟他姐之间，他姐不是结婚了吗？现在。他之前一直跟我说他姐对他特别好，后来我就发现他俩之间就是几百块钱那种经济往来嘛，他要给他姐借，我就觉得没有想象中他姐对他那么好嘛。然后我姐就是那种从来不跟我说借什么之类的，我买什么我姐都会给我买嘛，我就觉得他姐对他不怎么好。哎，我问你点问题吧。你觉得女生在乎你吗？还行，最近还可以。最近那以前这是什么样呢？以前就是他都不知道我爱好什么，爱吃什么。你们俩谈了3年，他不知道你。对，我之前有一次问过他，我说每天都是，我都知道你爱吃的，包括你下句话想说什么，我基本上都知道。但是你知道我爱吃什么，我的爱好是什么吗？然后他就说不出来话。那个时候是不是咱俩在一起，每次出去吃饭，我都会问你，就是想吃什么，你都说我都行，看你想吃啥。然后我就每次我吃啥你就吃啥呀。就每次做什么你都是听我的呀，我让你说你又不说，我就觉得我喜欢的他也喜欢呀。对。就像你现在穿衣服，你也会问我，就是穿什么好看，不都是我跟你说的吗？这女生刚才可说了啊，结婚得有房得有车啊，有吗？现在没有。以后会有吗？以后会有。她现在你看，她刚进大学的时候，她就身边有了一些这个优秀的男同学，是吧？就好多人向她表白。现在她身边还有这样的优秀男同学吗？现在我不知道，现在他没有跟我说过，心里边就是不踏实，就是感觉他就是可能会就是喜欢上其他的人嘛。那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你自己不够自信啊，那怪我了。哎，现在还有男生喜欢你吗？有啊。
但是我都跟他们不联系的，他们给我发消息，我从来都不回的。哦，你会看他的手机吗？我不看他手机。你会看他的手机吗？看呀。他还会偷偷的看，趁我睡着的时候看。我啥时候趁你睡着看？我是不是每次都当着你面看的？没有，你之前趁我睡着的时候看过。那是不是你睡着，我总不能把你喊醒吧？那看到什么了呢？没看到什么呀。想娶她不？想。喜欢她？嗯。喜欢她什么？哪儿都喜欢。除了他的脾气不好哦，就动不动就有一点鸡毛蒜皮小事，可能他性子急吧，就有一点鸡毛蒜皮小事，然后他就发火。你怕他跑吗？怕。真怕吗？真怕。女生怕男生跑吗？以前不怕，现在就会担心。为什么以前不怕，现在又担心？我那时候就比较相信的，可能是对自己比较自信吧。那时候。现在呢？现在就觉得自己特别喜欢的，就想到要跟他分开的话，就会很难受。他刚才对你父母有一个看待，是吧？嗯。你对你自己的家庭怎么认知啊？我觉得我家里边反正都是农民嘛，他们确实准备不出来什么东西。以后就是能尽量靠自己就尽量靠自己，反正他们确实帮不上什么忙。跟他在一起压力大吗？压力挺大的。这个压力来自于什么呢？来自于就是生活对未来的条件吧。哦，经济压力是吧？对，经济压力。在我眼中，我看到的就是矛盾。这个矛盾来自于家庭，来自于两个年轻人对待情感的认知和未来生活的规划。啊，让老师们帮你们分析吧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马老师。我是觉得从学校走出来的爱情，可以说是比较最纯粹吧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两个要是真的是，想，结婚啊，将来组织家庭啊，真的是下面应该好好沟通沟通，包括跟家人好好的去聊一聊啊，谈一谈呀。你比如说你不满意他的这个父母对你的这种态度，他刚才不是也说了吗？就是说他会给你一些包容，这个饭做的不好吃，他就会带你去吃。其实我觉得男生做的也还好，是吧？然后你这边可能作为女生来讲，如果要是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依靠一辈子的一个男人，他现在可能没有车没有房，那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是吧？通过你们两个共同的打拼，那就有可能将来这些都能成为现实。所以我觉得，就祝你们幸福吧。然后你们下面再好好的沟通沟通。谢谢马老师，来。其实女生喜欢这个男生的最主要原因，最开始原因是因为他这个人嘛，现在也是因为他这个人。然后你们现在跟我们聊的一些矛盾呢，可能就是包括男生说的矛盾，都是一些附加条件啊，就是包括社会给予的，或者是家庭朋友给予的。首先我也是觉得，校园的感情啊特别的纯粹，可能在面对未来的生活呀、社会啊一些东西，肯定会存在新的问题和矛盾。我就希望你们就是回到初心吧，然后想想你们最开始是因为这个人，而因为你爱他，所以我相信，其他方面都是因为他的存在能去作为中间调和的。男方能为女方多想一点，女方为男方多想一点，然后共同的去成长，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所以也是希望你们能珍惜这段纯洁的感情，然后继续走下去。好，谢谢肖老师。来，侯文兄。你们两个人的矛盾，还真不是简单的女生脾气不好的问题，是爱情观的问题，价值观的问题。女生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男生通过他自己的努力，他还是买不起车，买不起房，他只能租房结婚，你愿意吗？我可以买。其实，我们从面上看，女生很委屈，但我更多的感觉。男生很委屈，甚至你还很可怜。女生，你已经有了男朋友，但你还时时在炫耀，有很多的男生喜欢我，有很多的男生来追我。从你刚才的讲述当中，你已经很克制了，但我能读出你很享受这样的一种状态。我甚至可以预言，等到哪一天，再有追你的男生让你心动的，
你依然会拔腿就走。而男生呢，我看得出你内心是真正的、深深的爱着这个女生。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，她从内心真的以前接受你了吗？小伙子，我只想说，爱情的幸福是要两个人共同用心。如果只有一个人用心，那一定会力不从心。爱情它也是要有自尊的，也是要有骨气的。好，谢谢伯鸿兄。来，涂老师。他说你家里礼数不到的种种委屈，他说这些的时候，你能理解吗？不太能理解。就是你觉得家人对他还是不错的。对。娘道里面说得好，天之道，利而无害；人之道，为而不争；娘之道，补而无求，爱而无求，舍命而无求。他的母亲能为他做这么些已经不错了，已经足够了。一个农村的家庭，我从头至尾我没听见你为他做了什么。你除了告诉他我有很多异性喜欢自己，你为他做了什么？你还有什么资格向他的家庭提要求？你说的话有点太不朴实，你有点娇生惯养，你有点喜欢攀比。你在场上说的很多话其实都在羞辱你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能够承受得了。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说到他前女友的问题，我可能认为这个臭小子还有点做得不对。后来我觉得是因为他无知，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层关系。但事实上在这整个的你们的相处过程当中，这个男生对你确实是一心一意的，但这种一心一意里面太没有了自我。当他向你的家庭提出这样的不满和那样的不满和委屈的时候，你只需要跟他说一句：我们的未来是属于我们自己的，我的母亲生了我养了我，这就足够了，你没有资格挑他们的不是。但你从头至尾都没说，你像个软柿子一样，你没骨气。如果一个女人嫌弃你的家庭，这种女人是不值得爱的，你明不明白？你好自为之吧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所以提醒你，一个男人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时候，应该有不同的侧重。啊，你到了享受爱情的阶段了吗？你自己想一想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们两个在一起3年多，3年多来，你对我的包容体贴我都知道。虽然我脾气挺差的，然后有时候就是没有顾及到你的尊严，然后你跟我说了之后，我都在慢慢的去改。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台上，就是有很多事，就是各位老师都不是很清楚，感觉我不应该那么委屈。其实我没有那么多3年的。我真的觉得，其实我还是很喜欢你的，但是有一些问题。哎，我们时间到了，姑娘，啊，这个，你看看，你应该给他留点说话的时间嘛，就1分钟，结果你的话还没说完，挺遗憾的哈。喝知识长知识，保卫爱情靠知识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君乐宝长知识了爱情记忆箱，来，请开箱。来吧，你拿的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做的册子，纪念册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送这个就是想留住他啊。来，你那是啥？那个是他去年过生日，我花了2个月时间给他叠的纸玫瑰。
啊，这还是一颗心呐，全是手叠的，啊。哎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拿起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天津 F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看。爱一个人，就是单纯去爱，别想那么多。如果你们能好，我们祝福你们；如果你们分开了，不要因为这段情感各自受太大的伤害。其实都是一个受伤害的过程。女生的受伤是因为现实而悔恨，男生的受伤是永远不再相信爱情了。所以珍惜这段情，好吗？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带着妹妹走吧。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伊贝诗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和24小时保湿，实时透水嫩。喝知识长知识，宝贝爱情靠知识，知识酸奶就喝君乐宝，长知识了。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请亮灯啊！来，送给你们，好好珍惜啊，姑娘，啊！谢谢两位，请回。